10秒钟，从480米高空摔到谷底只需要10秒钟，落地那一下就像42吨的重卡直接砸在你身上，一旦掉下去，连抢救的机会都不会有。这不是电影特效，而是每天悬在中国栈道工人头顶的真实阴影。他们悬在云里，用命给游客凿出一条条空中走廊。看那根安全绳在锋利的石英岩刃上磨得毛边飞起，每一次风吹过来，身体像钟摆一样荡出去。他们每一次的操作都是在和死神较劲。他们被叫做蜘蛛侠、空中舞者，但你知道吗？这么玩命，一天也就挣400块钱，还不够某些人一顿饭钱。这血肉铺就的路值吗？他们是谁？为什么选择这条绝路？家里的妻儿老小知道他们在云端这样搏命吗？张静发今年刚满50，在江西、湖南、河南那些令人腿软的悬崖峭壁上，他已经悬挂了将近20年。工友们叫他老张，游客们惊叹他是蜘蛛侠，但只有他自己知道，这根磨出毛边的安全绳是他连接生命与生计的唯一纽带。他的舞台是平均海拔近400米的悬崖，身体像钟摆一样在480米高的虚空中随风荡来荡去。对他来说，这不过是寻常一天的开场。先用风钻打出浅坑，再用胳膊粗的钢钎靠血肉之躯的臂力，硬生生在坚硬如铁的花岗岩上凿出深达 1.2 米的孔洞。脚下是吞噬一切的深渊，背后是呼啸的山峰，唯一能抓住的就是腰间这根随时可能被岩刃割断的绳子。每一次凿击带来的晃动，都在无声地挑战着力学的极限，也绷紧着远方亲人的心弦。他是家里那座摇摇欲坠却又必须挺立的山。2个孩子，一个在读高中，一个刚上大学，全家人的指望都压在他这双布满裂口和老茧的手上，压在这根悬在云端的绳子上。深山里的住处条件简陋的只能遮风挡雨。湖南的工友和江西的工友口味不同，会分开在2个用几块木板、几片塑料布勉强搭起来的厨房里做饭。中午短暂的休息是老张一天里难得的松弛时刻，围坐着吃简单的饭菜，聊聊家里的琐事。偶尔那不就手机的铃声会响起，听筒里传来孩子稚嫩的声音。这个在悬崖边面对生死都面不改色的汉子，声音会不自觉地放得又轻又柔。挂了电话，他常常会望着远处层叠的山峦沉默很久，那眼神里有愧疚，有思念，更多的是沉甸甸的责任。然而这份用命换来的生计也在日复一日地啃噬着他的身体。在他那个锈迹斑斑的铁皮药箱里，3种药片码放得整整齐齐。治肺病的白色小药片，缓解浑身骨头缝里钻出来酸痛的止疼胶囊，还有一瓶是给小女儿买的钙片。这3样东西是他对抗职业伤害的微弱屏障。床头柜上，妻子的遗像静静立着。3年前，肺癌夺走了他的生命，他生前总念叨着求他换份安全点的工作。如今天人永隔，这份牵挂变成了冰冷的相框。医生看过他的肺部 CT 扫描片，那上面布满了可怕的小点点。医生的警告像悬在头顶的利剑，再干2年，这副身体可能就彻底垮了，再也干不了重活。但老张的抽屉深处锁着2张崭新的带着油墨香的纸，那是他2个女儿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大女儿考上了护理学院，小女儿进了师范学院，每年加起来近5万块的学费，像另一座无形的大山压着他。他布满厚茧的指腹一遍遍摩挲着通知书上光滑的校徽，仿佛能触摸到女儿们光明的未来。那沙沙的摩擦声是他无声的承诺和坚持。身体的警报从未停止，常常在半夜，一阵撕心裂肺的咳嗽会将他憋醒。怕吵醒同屋那些年轻工友，他总是强忍着悄悄摸黑起来，走到工棚外，对着冰冷的夜色咳出带着黑色的痰。夜风吹过，带着深山的寒意，也吹不散他肺里沉积了20年的盐尘和那份深藏心底的忧虑。20年，他用血肉之躯在云端搏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那根磨损的安全绳不仅吊着他的身体，更吊着一家人的生计、女儿们的梦想和他自己日益沉重的病躯。日薪400元是悬崖上搏命的价码，更是压在心头无法言说的重担。当钢钎再次凿向坚硬的岩石，溅起的火星里燃烧的是一个父亲沉默的坚守和一个蜘蛛侠无处安放的牵挂。而在同一片悬崖上，推着沉重斗车行走在鬼门关边缘的程竹元，他的脚下又承载着怎样不同的重量与期盼呢？
如果说张敬发是在垂直的悬崖上与死神共舞，那么程竹元这位52岁的运输工就是在水平的钢丝上推着全家人的生计艰难前行。他的战场是那些尚未完工或仅容一人通过的临时栈道，没有护栏，脚下是吞噬一切的虚空，手中是近100斤重装满水泥沙石的斗车。在这里，每一次呼吸，每一次挪步，都是与重力的一场无声较量。失足，那意味着没有万一，只有粉身碎骨。推着这钢铁棺材在云端行走，每一步都得拿出12万分的小心。栈道狭窄，木板湿滑，有时刚下过雨，更是步步惊心。一阵突来的山风，一块松动的木板，甚至脚下打滑的一地小石子，都可能成为致命的导火索。他不敢看脚下的风景，那壮丽的山河，此刻只意味着无底的深渊。他的目光只能死死锁住前方那几寸摇摇欲坠的生路。对于救信他们处境的旁观者来说，下雨或许是好消息，意味着可以停工休息。但在程竹元和他的工友们的世界里，下雨就是停工，停工就是没有工钱。工期被耽误，意味着到手的钱又少了。孩子的学费，老人的药费，都悬在他这一步一挪上，悬在这变幻莫测的老天爷手里。看着远处飘摇的雨水，他的心常常和这阴沉的天气一样，沉到了谷底。原来有时候连搏命的机会也要看天意。支撑他在鬼门关边缘行走的是手机相册里那些永不熄灭的光。他的手机里存的最多的不是悬崖绝壁的壮美风景，而是儿子从小到大获得的一张张奖状照片。从小学1年级的3号学生到高3获得的物理竞赛奖状，每一张都被他小心翼翼地翻拍下来，设置成了手机的屏保。这是他在云端行走时低头就能触摸到的骄傲和希望。然而这份骄傲背后是无法回避的缺席。当儿子在电话那头发出殷切的问候，程竹元常常只能握着电话，望着脚下无边无际的云海，陷入长久的沉默。上一次坐在教室后排和其他家长一起听老师讲话，还是儿子小学3年级的时候，缺席了儿子整个青春期的成长。这份愧疚像石头一样压在他心头，比那100斤的斗车还要沉重。据说每逢年节，他的妻子总忍不住跑到村口张望。她每年都会给丈夫缝一件新棉袄，而且必定在袖口处用结实的布料特意加厚3层。原因无他，只因为丈夫总在电话里念叨胳膊肘那块磨得慌。翻看老城衣柜里那些叠放整齐的旧棉袄，每一件的袖口都带着相同的被岁月和劳作磨破又精心缝补的痕迹。这一针一线缝进去的是无声的牵挂和心疼。程竹元的脚下是看得见的深渊，而在整个栈道行业里，还有更多看不见的深坑。2023年，在河南云台山的栈道施工现场就发生过工人坠落事故，导致腰椎重伤。施工队赔了些钱后便解散了事，而那段凝聚着工人血汗的栈道，当年却为景区带来了可观的收入增长。这种巨大的落差催生了行业里逼着工人签下的生死合同，大意是如果出事，责任自负，甲方概不负责。老李的经历更具代表性，那年他在施工时摔断了3根肋骨，当初老板信誓旦旦承诺省下的安全投入，年底发红包，结果出事之后只赔了区3万元。更讽刺的是，那张盖着某劳务公司公章的工伤认定书还没捂热，那家公司就已经注销，消失的无影无踪。像张敬发工具箱里锁着的免责协议，在程竹元他们的行当里，更是许多人无法摆脱的紧箍咒。脚下的栈道狭窄湿滑，没有护栏，直通深渊。心中的牵挂是儿子的奖状，是未能兑现的家长会承诺，是妻子缝在棉袄袖口的厚厚补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程竹元推着那辆100斤重的斗车，行走在这条看得见和看不见的鬼门关边缘。他运送的是建造空中走廊的水泥沙石，更是一个父亲沉默的爱与无法陪伴的遗憾，一个丈夫的愧疚和一个劳动者在行业潜规则与冰冷现实夹缝中艰难求生的全部重量。那400元的日薪背后，是每一步都踏在生死线上，为家人搏一个未来的沉重代价。而带领着张敬发、程竹元这样千万万栈道工人，在绝壁上开凿出奇迹，甚至改变了中国景区高空栈道版图的人，是一位名叫王德明的退伍军人。他如何从零开始打造出占据全国半壁江山的栈道铁军？这荣耀的背后又面临着怎样的传承危机呢？
如果说张敬发和程竹元是栈道上的血肉铆钉，那么王德明就是将这些铆钉深深钉入中国绝壁的总工程师。1999年，26岁的他脱下军装，没有选择安稳的退伍安置，而是带着一群同样出身田埂的老乡，扛着简陋的工具，一头扎进了江西三清山的茫茫群山。他们的目标是在当时看来近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女神峰与巨蟒出山之间，开凿出三清山的第一条高空栈道。创业的艰辛远超想象，没有先进的设备，没有成熟的经验，只有一身在部队练就的韧劲和对家乡山水的情怀。那条最终仅300多米长的栈道，成了他们用血肉之躯硬啃下来的第一块硬骨头。猜猜他们凿了多久？整整8个月，每一天都是在与陡峭的岩壁、恶劣的天气和身体的极限搏斗。钢钎砸下去，火星四溅，虎口震裂，绳索磨在岩石上，发出令人心悸的嘶鸣。正是这群被外界视为农民军的汉子，用最原始的方式，在云端刻下了现代栈道传奇的第一笔。从这条血汗之路出发，王德明和他的团队没有停下脚步，他们不断打磨技艺，精益求精。三清山的栈道从无到有，从有到精，逐步成为全国景区栈道建设的标杆和典范。荣誉也接踵而至，他们得到了江西旅游最佳创意奖的肯定，甚至创下了令人瞩目的高空栈道吉尼斯世界纪录。更令人惊叹的是，这支从山沟里走出来的队伍，如今已牢牢占据了全国景区高空栈道修建市场1半以上的份额。他们的身影和汗水印刻在了大江南北的绝壁之上，从江西的三清山、葛仙山，到河南的云台山，再到内蒙古壮阔的黄河老牛湾，悬崖峭壁成了他们书写壮阔人生的画布。荣耀的背后，是无数个像张敬发、程竹元这样的一线工人，用生命挑战着自然的极限。在安徽九华山花台景区，面对硬度极高的7级花岗岩，经验丰富的老工人也得绞尽脑汁。护目镜上凝结的汗水和盐粉混合物，让视线模糊不清，只能一次次用磨破的袖口胡乱抹去。为了凿出一个1.2米深的毛骨孔，他们甚至发明了土办法、冰火法。先用风钻干磨让岩石发热，再泼上冰冷的山泉水，利用热胀冷缩让石头开裂。但这土办法代价很大，钻头很快就废了，原本能打10几个孔，现在3、4个孔就得换。更要命的是，悬在半空换钻头要花20分钟，每1分钟都是在拿命赌。栈道工人的身上刻满了无声的勋章，另一位老师傅的右手食指断了半截。几年前在天柱山干活时，风钻突然卡死，巨大的反冲力瞬间将他的手指狠狠撞到了尖锐的石头上。如今的指甲缝里还嵌着洗不掉的盐粉，像是刻在身上的疤痕。这样的伤痕几乎每个老工人身上都有。正因为看到了太多血的代价，王德明面临一个致命问题：年轻人不愿意干了。95后工人小周算了笔账，干满1个月9800元，治疗息费花1.2万，还倒贴2200。最后他选择了月薪6000的快递工作，理由很简单，不用每天担心那根绳子断掉。数据更触目惊心，占到工人中90后的比例从2018年的17%暴跌到了现在的5%。年轻人都去送外卖、开网约车了，虽然钱少点，但至少安全。那么问题来了，日薪400块钱，到底是谁在分这块空中蛋糕？九华山观光电梯5分钟80元，张家界玻璃桥门票125元一张，但修建这些奇迹的工人日薪只有380元。更可怕的是，在总造价中，工人工资只占8%到12%，剩下的钱都去哪了？答案让人心寒。九华山观光电梯80元5分钟就到山顶，而修这条栈道的工人耗费10个月血汗，门票160元他们都舍不得买。小胡曾想上去看看自己亲手打造的护栏，但160元相当于他半天工钱，最终只能在山下农家乐打工，远远望一眼自己的作品，就像看别人家的东西。蹲在电梯口，看着游客们随手丢弃的矿泉水瓶，他数了数，一共17个，够他在工棚喝上3天。这句平淡的话里藏着巨大的失落。他们用汗水浇筑的漫长道路，游客只需5分钟的电梯就轻松跨越。这种付出与回报的惊人倒挂并非个例。2016年，张家界那座名震天下的云天渡玻璃桥落成，它以世界最长的头衔吸引了全球目光，总投资高达2.6亿元。然而，修建它的河南施工队工人们当时在做什么？
他们每天需要背负着50斤重的巨大玻璃构件，徒手攀爬300米高的悬崖峭壁。为了满足甲方3个月完工的严苛要求，他们只能2班倒，吃住都在工地，日夜不休。而他们当时的日均收入是多少？380元。行业数据揭示了更为赤裸裸的分配真相。据权威统计，景区玻璃栈道的造价每米通常在10万元到28万元之间，听起来是天文数字。但在这巨额投入中，真正落到一线工人，那些悬在峭壁上凿孔、推着斗车运料、焊接钢筋的工人，口袋里的薪酬只占了可怜的8%到12%。天门山那条蜿蜒险峻、被誉为通天大道的盘山公路，每米的建设成本也高达1万元。而2019年修建它的湖南路桥工人们日均收入依然是380元。这些数字冰冷的宣告，在价值亿万的空中蛋糕分配链上，悬崖边的建造者处于食物链的最底端，对工人血汗的极度压榨，伴随着对安全投入的惊人克扣。应急管理部2024年的专项检查结果令人心惊，在栈道施工现场，高达38%的工人竟然没有必备的特种作业操作证就上岗了。更致命的是，21%的安全绳使用时间超过了2年的国家强制报废年限。这些本应是生命线的绳索，在日复一日的磨损和风化中，早已变成了潜在的索命绳。最讽刺的保险逻辑发生在华山长空栈道，景区每年不惜花费50万元巨资，为承载栈道的钢索购买财产保险。然而，对于那12名日复一日在悬崖边维护、检查这些钢索，确保游客安全的工人，景区却从未给他们购买过一份人身意外险。这种赤裸裸的重物轻人被行业内部报告列为高空作业领域的3大潜规则之一。当不幸真的降临，维权之路更是布满荆棘。张静发工具箱里锁着的那份免责协议，在行业内也绝非孤立。调查显示，大量工人被迫签署类似协议，约定操作不当出事自己负责。一旦出事，这纸协议就成了推卸责任的挡箭牌。老李的遭遇就是血淋淋的例子。数据显示，高达31%的工伤赔偿申请，最终会因操作不当之类的理由而被驳回。层层转包、皮包公司、推诿扯皮，这些套路比悬崖上的花岗岩更坚硬，更能碾碎工人的希望。80元的电梯票，5分钟跨越了工人10个月的血汗足迹。2.6亿的玻璃器官，基石是日薪380元的血肉之躯。8%到12%的薪酬占比，道尽了分配链上的残酷压榨。超期的安全绳，50万的钢索保险，诉说着人命不如物的冰冷现实。签不完的生死状，追不到的赔偿金，筑起了比悬崖更深的维权深渊。这就是残酷的现实。最昂贵的风景，却用最廉价的命来支撑。但好在，改变正在发生。2025年，安徽九华山出现了新玩意儿——载重无人机。以前需要5个壮汉冒死运送的20公斤风钻，现在无人机3分钟就能送到。老吴师傅看傻了，干了30年，头一次见到这场面。这效果有多夸张呢？同样的栈道工程，以前要半年，现在12天就完工。2025年初春，安徽九华山花台，那架由高校研发的载重无人机正轻松完成着曾经需要数名壮汉冒着生命危险才能完成的任务，将重达20公斤的风钻精准投送到100米高空的工人手中。厘米级的定位精度，让这种空中快递在三清山、张家界等多个险峻景区得到推广。这种效率的提升是颠覆性的。老吴清晰记得2017年同样在九华山花台修栈道时的场景，整整25名工人耗费半年光阴，仅凭人力肩扛手抬，才在绝壁上啃出1380米的栈道，单日推进速度常常不足20米。如今在无人机的强力辅助下，同样长度、同样险峻的栈道工程，工期被压缩到了惊人的12天。就连打一个1.2米深的毛固口，时间也从过去艰苦卓绝的2小时缩短到了相对高效的40分钟。这样的变革不仅发生在空中，也浸润到了脚下的材料里。在江西玉山的一个栈道产业园，一种名为木塑板的新材料正引发关注。它由回收塑料和秸秆混合制成，颜色均匀，质地紧密。最显著的优势是重量比传统使用的实木轻了足足1半，而耐用性却提升了近10倍。这种兼具环保与性能的材料，已在广西的石牛风景区、于都县的贡江木栈道修复工程中投入使用。然而，新材料的普及之路并非坦途。
2024年台湾阿里山栈道断裂事故就是血的教训，老工人用传统方法装新材料，结果出了大事。这意味着什么？老工人的经验不够用了，必须学新技术。但也有好消息，在修复战国古栈道时，新老技术找到了完美结合点。先用无人机精确扫描岩壁上残留的古代桩孔，获得详细数据，然后由经验丰富的老工人参照这些数据手工复刻出精妙的木梁毛榫结构。结果让所有人意外，这种融合传统工艺的施工方法，抗震性能竟然比完全依赖现代机械施工的方案高出 15%。VR 模拟系统也在改变着培训方式，新人戴上特制眼镜，瞬间化身为栈道工人，用虚拟技术学习扎实技术，而不用再像过去那样在死亡线上摸索。科技在进步，但那些在悬崖峭壁间劳动者的付出、智慧与勇气，也因此被更多人看见和尊重。老师傅学习游标卡尺的专注策略，博物馆里展示的锈迹斑斑的钢钎，都在诉说着同一个道理：技术会变，但直面深渊、无畏前行的勇气永远不会过时。从拿命换钱的无奈到用计保命的探索，从无人问津的付出到被看见、被尊重的微光，从钢钎独奏的孤绝到人机协作的交响，悬崖栈道的未来注定是一条融合之路。科技是冰冷的效率，也是温暖的守护；传统是厚重的基石，也是创新的源泉。当老工人的经验遇见新青年的代码，当无人机掠过千年古栈的遗迹，变革的浪潮正托起这个古老行业沉甸甸的希望。那根连接生命与生计的安全绳，终将被更先进的技术加固。那份在云端起舞的勇气与匠心，也必将在新的时代找到属于它的更有尊严的落脚点。告别纯粹的血肉铺路，栈道工的故事正在悬崖之上，书写着一页全新的篇章。但无论技术如何发展，一个问题始终值得我们思考：你觉得日薪400元值得这样拼命吗？如果是你，会选择这份工作还是去送外卖呢？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如果觉得有用，记得点赞、订阅和转发。我们下期再见。